一个咳嗽就4级心衰，说起来我自己都不信。很多人现在评判这个东西的标准就是说，觉得它不死人率低，再低，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到这个东西对慢性病患者的这个冲击。所以哪天我这个如果要放开的话，哪天我不在了就很正常啊。所以在我这个课菜之前啊，多录几个视频啊，跟同志们这个聊一聊哈，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之前录节目我说过了，如果是因为这个东西带来的这慢性病，几乎没办法统计。为什么呢？我以我本人的这个经历来说吧，是吧？因为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一点不夸张，我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那天下午去这个某某的这个汉堡餐厅，就是买了汉堡吃，因为我本人我是挺喜欢吃汉堡的。然后在那之前呢，我也非常正常，还去这个去拍了一次婚礼，还喝了酒。就是在这之前啊，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没有量血压，这个我不知道血压是偏高的，当时大概是在低压100，然后高压150，这个是偏高的。所以很多东西，但其实这个高血压人群在中国是很多的，包括基本上包括这个，就是你可能你没量。那天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拍照的时候，就遇到那个酒店的一个小伙子，我就随便，当时我也带了嘛，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好一些，我是随身带的这个测量血压的，我就帮他测一下，他多少120的170，这个很夸张了，这个很容易出血管问题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假如说那个小伙子被感染之后，很有可能就是恶化。所以你不知道中国的基础病的人群有多少。我为什么这么恐慌？因为我就告诉你，我因为一个咳嗽，我4级心衰。很多人甚至连心衰4级什么概念是没听过的。但是如果得过心衰的人，知道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多么的难受也好，惨也好，那个真的是你一家人可能就操心在你身上了，对吧？所以很多人可能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得了心衰，更加不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一个咳嗽居然就把我心衰了。我在心衰，我在咳嗽之前，我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就跟大家说了，那个时候我去接拍了一个婚礼，是喝到就是已经就是晕了过去，就晕了。就当时我也不想喝，因为我喝不了酒，但是去了那人家做客，人家来干一杯，我说就喝点嘛。但是那个我喝不到酒，那个酒精很大，然后我就昏昏沉沉。然后第二天从早上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因为喝酒很难受。那会到了这个第二天下午，因为现在很多婚礼拍它就是白天到中午嘛，我在那累的我真的是，我又是在外地，在泉州那地方，我从桂林飞到泉州又回来，我在那一天累的我真的是，就是在这么大的强度下，就是之前我是这种状态，对吧？而且我平时也跑跑跳跳的，都没感觉到这个我居然会心衰。但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了，我就因为去吃一个汉堡餐厅吃了，买了一个汉堡吃了一下，当天回来喉咙我就感觉就不舒服了，后来就剧烈的咳嗽，哇，那个好要紧，你不知道，咳起就是就是那种，然后很长的那个大概是从咳嗽到我心衰发作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1个半月或者是1个月这样，我记得很清楚的。我当时就是说3月份底，一直到4月份底的时候，才是确定了一个这个治疗方案。我算是真的是很命大的了。很多人心衰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离开医院了，就说你这样出来，你又要回去。那个心衰最开始我怎么发现的？我从来没得过心衰，我也不知道心衰是什么。在这个之前，我连高血压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后来当时去的时候，所以我这中间跟医院是有一段，我是比较，我就不想说医院那一段了。那个说起来，我觉得，所以很多人他不，所以我为什么这么的这个对这个很抗拒的原因就这里。你经历过这些病痛之后，你就知道那个是有多难受。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就拿一个简单的肚子痛、牙痛，对吧？你没有经历过牙痛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我年轻时候这里拔了一颗牙的，那个时候就是贪吃，也不刷牙，
啊，这里就牺牲了一颗的。后来的话，现在我就很勤快了。那个痛起来真要命，是一点不错。晚上睡不着，它就是隐隐的就像那个红灯闪烁样的那个交警那个红灯闪烁，它一痛就那种感觉。所以这种病痛，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发烧，你觉得感受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那么抗拒，对吧？你说这个我没死，但是没死的那个人基本上也残了一半。这个对我是运气太好了，很多人都来问我，你的心衰是怎么能够让你恢复到？我现在不敢说好，但是现在至少我的心脏还真的恢复原来的大小了。所以这里面很多这种病情啊，特别是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清楚的。我一讲东西，估计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的。所以你知道，大家对这种医学上的东西啊，但其实你们是没办法判断的。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不跟大家说医院那一段，对吧？我自己回家补习了很多知识，因为现在有了互联网。如果自己一直看我节目，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比较爱学习的，而且这个在科学方面脑子还算可以啊。虽然我这看上去木楚楚不灵活，但是有些时候我还真有那么一两把刷子。我自己回家全部去找这个东西巴拉的，后来也遇到了这个一个医生，我觉得他那个人还可以啊。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个心血管疾病，它对个人的维护很重要的。后来至少那个咳嗽啊，我就去这个家里面附近的一些这个小的诊所，调了2瓶青霉素就压下去了。那你可能问，那你怎么去你刚才说不是去医院吗？医院难道没给你调青霉素吗？你怎么又跑去家里面附近去调青霉素啊？所以这部分我不想说，跟医院有关，我不想说。等到如果明天哪天你们怎么说，我不想说。哎，这个对吧？我不想扯太多了。今天节目聊就只是聊这个疾病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因为当时咳得很剧烈，快，可能他那个病菌就通过我说过了嘛，心肺其实相连，它有个动脉是相连的，那个肺部当时已经很剧烈了，然后它就有可能是通过这个肺动脉就影响了心脏或者，而且本身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我有高血压的，就是当你血压不在这个低压80，高压100，超过高压120，现在最新标准原来是90的40的90，现在是好像是80的120，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去量一下。而且高血压一旦有了之后很难好，很难好。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我估计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你包括这个很多患高血压的，他们都，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你们的这个医学这些方面的这个认识其实是很浅薄，包括我啊，我刚好只是这个东西让我有所体会。如果你问我其他的什么泌尿啊、临床啊，那个更加复杂了啊。所以说这个病情的东西有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恢复我的这个心衰，但是大体上可能还是跟我的这个重新去学习的东西，它有很多东西，至少经过这时候，可能真的是久病成良医啊。我自己对我这个东西就有了一个判断，但是只是我自己，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所以这个东西你最终你判断是怎么回事，这个不大好判断。所以特别是在统计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难以统计。你比如说像这个东西，我因为一个咳嗽心衰，或者是明天我感染这个新冠之后心衰，那你说这个东西是新冠导致的我的咳菜吗？这个就不好统计了。它这个跟统计人员的这个划分就很有关系了。可能我最终 game over 之后，他也不会把我列入。假比说我感染这个新冠，因为新冠感染后，它对这个上呼吸道是会有严重影响的，它也很有可能是医生都知道，对于高血压、心衰的人，再次感染这个东西的话，它对血管跟这个心脏的冲击，因为人体哪怕是感冒的时候，你知道有没有，心脏会承担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反应之后啊，这个心脏的会承受相当的这个压力的。我自己练了这个杨氏太极拳，我能感受到我每次感冒，我能感受到心脏的这个负担，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很累？心脏那个时候它也累，你全身都会进入一个这种负担压力，免疫系统的重新激活，它是要消耗能量的。
就是就算我不是医学，我这个太极拳练得好，我知道，就是你一疾病的时候，为什么人体会疲劳？免疫系统的这些出去帮你杀的时候，它是需要能量的，身体要这个不断制造这个免疫的这种东西，它是需要能量的，它不是说这个它什么它都不要了，它是需要你身体给它这个开支这个能量消耗的。然后你能量消耗是什么？就好像你跑了一下，跑步是需要能量，大家理解吧？当你跑了一段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气喘巴哈，会感到疲累感？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一样的。这个免疫系统它刚开始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开始人体的免疫系统啊，就是你们看过那些重症患者的他们的免疫反应啊，甚至免疫系统最后这个会干掉你自己。所以他们有些人的治疗方案是，甚至要降低你的免疫能力。这个我就不说了。所以一个疾病啊，没有你们大家想象那么简单。这个东西很多医学上的这种变化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不多说医学方面啊。所以这个东西，中国有多少高血压，中国有多少心衰，大家心里知道吗？你们不知道，你们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病痛。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抗拒？我为什么那么怕这个东西？而且当时我觉得真的是那个人都有点想绝望的感觉了，因为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我为什么还能健康的站在这里。那首先，所以我也想多活一点啊，居然能够让我心脏恢复正常大小了。所以当时我看这个，我去医院去复检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看好我。他说你现在好像大小了，你后面现在你隔了1年多了吧？从我刚开始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去年去检测我的心脏的，就是做那个彩超嘛。甚至连很多人都不知道彩超是干嘛的，所以大众层面他对这种医学方面的东西认识，我觉得是很浅薄的。包括很多人这种七里八拉的，但是至少我经历过，就是因为一个咳嗽让我心衰。因为原先我又有高血压，所以从医学来说，一个咳嗽就这个心衰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我跟你讲吧，我原来是有高血压的，然后那个咳嗽就非常剧烈，可能有影响它是系统整个坍塌。心衰就是心脏累了，它这个搞不动了。它原来你有这个高血压就有这种代偿，但是平时你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有高血压的人，其实有很多人都有特别是这个你人到中年或者一些非常这个吃的肥胖啊，因为本身你的血脂可能就很高，你的血管的这个通畅可能就有问题。很多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吃货，我也是吃货，我吃的相当多。能量输入过剩，你又会有胰岛素抵抗这种肥胖东西。所以当那一个咳嗽就让我整个系统崩溃了。当时我记得真的是，当时我觉得，这个脚怎么肿得这么厉害啊？我当时好慌，甚至不敢去医院，真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连医院都没去，可能就跟着我。他那个，所以我觉得全靠老妈子让我及时去得早，不然这个东西到后面心脏受损之后，那个是没有办法修复的。心脏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修复能力的，除非换心脏。所以我觉得我运气比较好，说老妈只坚持让我去医院，其实我也不想去医院。后来去医院一看，当时我也不知道心衰是什么，但是我预感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病。然后当时去医院前后折腾了其实大概1个月，那个什么中医啊，什么西医啊，后来我就自己去找答案，我就是这样。后来，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你们不要问我，因为这个东西我经历过之后，我知道它很复杂，你们不要来问我这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放开之后我还能这个经受这个冲击没有。所以很多人只是看到他这个死亡率，你没有看到很多基础患者在接受这个新冠这个冲击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这个东西，而且反复感染是很容易形成慢性病的。所以你们也不知道慢性病怎么形成的，怎么就转成慢性病了？你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这种已经有基础病的人，会在这个再次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对身体的这个伤害，就是病毒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的时候，很容易再次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你原本你那个基础病对你的困扰就已经那个了。你比如说这个打个最简单，可能你们比较好理解了。如果是一个哮喘病人，他本来他就呼吸不行了，然后再加上肺部的这个感染，对吧？你觉得这个人会好到哪里？不死也要掉层皮呀。
所以有人就觉得奇怪，哎呀，这个没事的，这个人怎么这样？我经历过之后，再加上我当时经历病痛之后，我自己去补学了一些这个东西，加上我本来我的悟性就很好，我的这些学习能力还可以，所以话很多大众在医学的认识上，在没有经历过这种慢性病、基础病的这个情况下，你们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大号流传，加上你们的事情里面很多人都在灌输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他就希望能够放开，比如说那些强者，对吧？他们觉得感染之后他们没事，他们觉得他们很年轻力壮。那我试问一下，中国那些基础病的人啊，慢性病的人，以及你身体比较弱，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亚健康状态。你不信，你出去跑2转，踩下单车，你看看你700、800秒，你现在你没有生病，其实你是亚健康状态，已经在这个进入那个过程。因为对我经过之后，我对人体的这些健身也好，养生也好，这个人体的这个体能变化也好，我有更多的认识。本来我练这个养生黑拳，我对这一块就稍微有研究。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是很大一个问题的。这是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医学方面的、养生健身方面的病痛的经历。这个是我的这个心衰的是一个大病，我经历过，我真的是，所以说那句话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你感受不了那种痛苦。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怕这个东西？我就承认我怕死，怎么样？你不怕死，你牛逼，得了吧？我就是怕死。所以很多人他理解不了这一点，都觉得我这个人，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放心，我也不是那种英雄什么的，其实我就是不想死，所以我为什么极力的去讲这些东西，对吧？就好比那些弱势群体，有些人他不对医学方面没有我这么样的认识，他们可能只能听见有益，那我最起码还能说2句，对吧？那说一下我的声音，唉。我觉得这个东西，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而且我通过之前不断的进行摸索，以桂林或者柳州为例，还是有可能成功的。而且我觉得我也找到了很关键，就是那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就在这个可能已经摸索出光明的时候，没想到现在有这个消息，你以一种相反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按照他们说的所谓的牺牲极少数人。你放心，这个东西造成的基础病、慢性病人员的这个身体的伤害、健康的影响，这个是统计不了的。你肯定觉得怎么会统计不了？你这个，你去了医院，这个怎么怎么统计跟如何统计，谁来统计很有关系。你想一下，到时候还会有人去在意这个慢性病有多少基础病、慢性病的人是因为这个东西，这就是受到影响嘛？不会有人去统计这个东西的，因为你放开以后，这统计的东西有什么意义？覆水难收，已经放开了，你还去统计这个干嘛？但是不放开的时候，你又没办法去统计这个东西对慢性病、基础病人的伤害。这时候只能是凭我们这种有这种稍微有点大局观的去判断了。所以我一直打比方，就是你们在赛车的时候你们是看不到前方的东西的。然后我觉得要是我也看不到就好了，可能就是反正按照医生讲的话，反正人都要死嘛。这句话我觉得讲起来也是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味道。反正人都要死嘛，是啊，确实是不错啊。但是另外一句话就是看你怎么死，对吧？照你这么说，那你现在这么不怕死，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不对？那肯定不会是个个都像你一样不怕死嘛。所以说我的这些想法其实很正常，因为我在这个医学方面，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大一个病，我对这些东西，包括我去医院的这个过程，我是有很深刻的这种体验的。我至今没有看到有哪个慢性病的人出来说一下他们对这个担忧，好像都觉得，也可能是他们觉得这些讲的东西没用。他们也不会用这个手机，也不会用自媒体，刚好我会用，刚好我在医学方面也有了一些学习。唉，我觉得这个很无奈啊，现在我感觉这个东西很无奈。